西北政法，我是高考差1分儿，可以厉害。然后没。加个油，回去跟小曼中午吃个饭。好像可以洗车了吗？还是不行？这儿每次洗车可以送一个加油，每次可以送一个洗车券。你好，92加码。，92加满。现在是多少钱？92。7块4毛1，然后用我们公众号支付的话是优惠6毛。看一看，这就是刚才加油，每次加油都送一堆东西，洗车卡、纸巾，所以每次都在那儿加。然后到家了，叫小曼一起去吃个饭。昨天刚好接我爸的时候，发现他楼下又开了一家中介，然后一会儿过去再把房子登记一下，看情况咋样。走，带你出去吃个饭。带你来吃个锅仔，锅仔就类似于火锅。里头。微辣啊。标这个，微辣，不辣，微辣看你。我觉得咱俩吃不完，太多了。这还是小份儿，还送3个菜，哎，这够了，够了。不用点了啊，真的是不用加了。你要米饭不？你爱吃。58，值不值？还可以哦。倒多少醋？没有醋就吃不下去。你还送一个58，送一个果皮，3个菜。要的是鸡块的，对。你可以先吃肉嘛，或者你想吃这先给你下这。还要了份蒜泥芝麻酱蘸料。这味道啊，什么量呀，都感觉不错。我感觉咱俩吃不完。但是里面为啥中午呢人比较少？这个外面整体人都比较少呀。谁说的？这小区入住率还可以。今天开到办公楼附近，然后呢，商圈附近，学校附近。那罢了，光看着黄，紧张不？今年。咱这个就不辣，一点都不辣。你说点皮，有时候皮就你说炒一下对的。肉呀，这不是松了。过期，还有皮。只有那不要皮，不喝。啊，谢谢。我要看你要看你吃大吗？哦，不要了，不要。好，谢谢。大窑吗？可能。那有没有大窑？把那个换成大窑可以吗？换不了就不要了，不要。送这么多东西，还送个啤酒。咱爸楼底下开的那个中介是不是新开的？之前没见过，他楼底下就有一个，之前楼底下就有一个中介。新开的。之前好像是一个美甲还是美发。我就记得以前没发现的。然后一会儿再过去，在那个中介把那房子再登记一下。现在这个行情。还有新开的中介，有呀，这样吗？卷。你那块房子本来就不好卖，那个中介就说一年就出个3、5套啊。之前还有一个再开过来的，新开的。我发现现在饭店里放大窑的特别多，基本都找不到冰封的影子了，大窑摆那么多。又一店儿。人家不是说
大姚要在西安建厂，彻底要把冰封击垮。在宝鸡，我看在宝鸡要建厂。因为它这个大姚本身是内蒙古的一个饮料。老板们上一节。好了，吃好了。70块钱。给你5块钱带进点，下次可以。好，在哪里？谢谢。你看这旁边这个小区入住率还可以的。这是碧桂园的。走，咱去中介，再给登记一下。这儿新开了一家房产中介，主人还不在。人不在，把电话一接，算了。打个电话问一下。这就是不专门卖这个小区。哦。我们之前一直联系的那个中介，就在前面，大概就30-50米的地方。这个是新开的。没人是吧？就是这楼上学生啊。多久？马上能把车一换。开了1个月了。您是在那边开了1个月。那边那个中介？那个在那边等，那边也11关键现在咋了？最近是不好卖是吧？今年就是卖房这个，你先登记上吧。登记的可多了，然后买的人也不多。那家里住人这的？住人这随时能看。那反正只能登记一下。登记一下，那你有照片吗？有，他没发过。因为现在我不知道你关不关注今年的情况，就是有证的房它也难卖，咱这种房也难卖。我想着今年经济复苏，我天。经济没复苏经济更差，不过就是把那3年的遮羞布给扯开了而已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总结很到位。那3年有遮羞布，咱有借口，因为疫情怎么样不是疫情没了之后，大家都没借口了。加个微信，就是加微信这块。今年这儿卖的多不多呀？就是我可以先上传，如果那块挂过的话，我就不用实地核验了。23线城市，23线城市，再过几年房价跌的会很明显。只能跌是吧？现在就是房地产买卖市场，它属于密不发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已经死了，但是告诉大家还活着。就我感觉是这样。是真是这样。因为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，所以如果就比如说有人想买咱这个房，它必定是刚需。对，它必定是刚需，它真的就是买不起，因为买不起有证的房才买。但是我很认可小产权，因为我觉得有证没证，住着一样，根本就没区别。我觉得就没区别。自己住不影响，如果卖的话就不太好卖。就是如果说自己住的话，我感觉根本没区别。是这样。但是你想有证的房子，很多人说是那个啥投资呢。你之前是做啥行业？我之前做人力资源服务，然后在万科做过长租公寓。那现在就干这个？那是因为那2年疫情的时候，很多西安的企业不行嘛，小公司、中小公司都本身就很难。我那个人力资源服务不是给人招聘的，是做那个社保规划呀，就是那个交社保呀，社保还有那个什么，就是劳动关系啊，包括员工福利之类的，就是干不下去了。说实话，就是自己待着羞愧，公司不会开。干这也好着呢，我觉得。这就是自由的，自己开的店嘛。然后租房，我觉得租房是租房这儿其实租房应该学校，对啊，我就西北政法，我是高考差1分，可以厉害。然后没啥叫高考差1分1本呢？差1分1本吧。我是高考改革第1年嘛，10年高考的嘛，然后考了548，就干人力资源的现在都挺好的，都在大公司里面当 HR 经理、HR 总监。互相说明说，反正就是只是个别的人就是学还差不多，大部分人学这个专业还是挺难的。经济学关键太虚了。那在华尔街的都是那个别人，什么在上海还有个国际经济与贸易那个专业也挺多的。都是个别人，哪来这么能容纳这么多人就业？
不是，就是干哪个行业都可以。对。只不过就是我们枫叶图没去，我们毕业之后的这个经济情况已经慢慢的都下行了，都不太行。刚才那个小伙是今年31岁，西北政法大学的。一本比我们大学都好多了。他说从那个单位离职了，然后这个中介是他妈开的，然后现在目前也是失业状态，然后他妈就让他跟他一起干中介。被迫离职啊！他说他其实也不想离职，经济不行，好多公司真的是不行了。我感觉还挺能说的，通透的，还挺能说的。刚才跟我们聊了好久，他还说现在就打算攒点钱，然后过几年干点生意。说这2年千万不要做生意。反正我还真没想到，这是个一本的政法大学毕业。他学经济学的，他还说以后打死不让娃学经济学，打死不让娃学文科。哎呀，真的不容易啊！